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业。我们的墙面拆除工作在有序的进行着，但是进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慢。在过程中我遇到了2个困难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拆除一些墙面，比如说拆除加气块墙面的时候，虽然加气块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砖块，但是它表面的水泥砂浆层，包括挂网，都让整个墙面的牢固度大大增加，也增加了我们拆除的难度。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有一种方法，能够更加快速、有效的先破坏掉表面的水泥砂浆层。那么第二个就是，当你希望在墙面上开一个门洞的时候，需要去做出比较整齐的切口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工具是没法满足这一点的。它可以做到破坏墙体，但是没法做到切口很齐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尝试用一个新的工具，就是墙面的开槽切割机。那么这个机器可以用于墙面的切割，也可以用于水电的开槽。那我们之后在水电的改造环节一定会用到这个机器。那么现在把它提前拿出来，先帮助我们进行墙体的拆除工作。需要去提醒一下各位，我们使用的电动工具当中，但凡和通过旋转来进行切割的有关的这样的工具，务必得非常非常小心。因为绝大部分电动工具的安全事故当中，切割类工具都会占到大部分，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安全第一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确定一下墙面切割的具体位置。好了，后面这堵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。我们通过墙体探测仪避开了金属部分，标志出了切割的轨迹，为的是让我们在切割过程中尽可能的不会碰到钢筋。那么这个墙的中间仍然是有一段加固的横梁，由于我们机器的最大的切割深度只有4.5厘米，所以是大概率是不会碰到钢筋的。但是由于切割墙体的材质不同，过程中的阻力仍然会有变化，所以我们将这根横梁的位置标志出来。这样切割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心理准备。我们的切割机用的是喷水的无尘切割，所以我们要准备一点水。切割机的电源是接在联动水泵上的，这样只要一启动切割机，水就会通过这2根水管喷洒在锯片上，既能够除尘也能够降温。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联动功能能不能实现。当然要先去把你的护具带上。好了，一切就绪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联动功能能否生效。水确实能抽过来。但是水管稍微长了一点，大概要花好几十秒水才能喷出来。不过过程是 OK 的，联动功能也没问题。不得不说，效果真的挺惊人。且不说它对于拆除墙体有多大帮助。如果光从开槽这方面来说，真的是非常有效。其实我刚开始在墙面去画这条线的时候，并没有用水平仪，也没有定位的很精准，只是大概确定了一个范围。可以看到开出来的这条槽非常的笔直。那么再说一下这个操作感受，当机器切入到加气块的墙面的时候，说像切豆腐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也差不了太多，真的非常轻松，没有任何感觉。随着机器的移动，我们在墙面当中逐渐切入到了钢筋混凝土的这个范围。虽然没有直接切到钢筋，但是在切入到混凝土的时候，明显能感觉到机器会受到一定的阻力。但是你只要保持着方向不变，稍微缓慢的去往下移动，它仍然可以很轻松的把混凝土的这部分给切割开来。真的是非常省力的一个工具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试试看，这样的一个操作对于我们拆除墙体到底有没有帮助？
我们之前已经尝试了很多种节省力气的方法，其实每种方法都能多少带来一点帮助，把它们综合起来，你就会更加省力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拆这堵墙，会比刚开始的时候熟练和轻松很多。I'm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quiet, trying to find where I belong. Don't know how far I've got to go, but I know I've got to stay strong. People say I'm dreaming too loud, that maybe I should slow it down, but I can't just sit and wait around. I won't stop till I found. So here I am, still standing, still trying when the night feels long and the road's unwinding. 看看我们砸墙拆出了什么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第5期视频见过的那个电表箱，它负责整个1楼的电路系统。那么现在它所处的这面墙即将消失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水电改造环节将要从头开始，又是一个大工程。用切割机在墙面切一道缝，对于拆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？这就好比我们吃糖炒栗子，板栗上的那道口可以让壳更好剥。切割机也是一样，表面的水泥砂浆层遭到破坏之后，我们在拆除的时候会变得更省力。如果你要拆除的是整面墙，那这个操作可以非常锦上添花。那么如果你需要在墙面上开一个门洞，需要整个切口非常整齐，那就必须要使用到它。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将继续用切割机来切割墙面，这次我们要尝试在墙面上切出一个非常整齐的门洞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一定要给我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